以，真能精神。那必须精神呀！可以上电视了，可以。就是上电视，必须精神。如今的手机可以让您很方便的去摄影、去拍摄，而且手机里面呢还有各种模拟胶片摄影风格的各种 APP。还有就是，如果您身边要是有玩摄影的朋友，您会发现，好像胶片摄影又火起来了。对，确实这样。然后我就有一种想法啊，如果拿手机去对比真正的胶片相机，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哎，一开始啊，我一人忙不过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有团队啊，我有蔡老师啊。大家好，我是江南图像研究所的蔡腾。今天我用的是一台135的胶片设备，叫徕卡 R9。我手里的呢是 iPhone 13 Pro Max 跟三星 S22 Ultra。那今天呢，就用这3台设备来聊一聊手机摄影跟胶片摄影的区别。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啊，对了，得介绍一下团队啊。蔡老师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吧？还有2名表现力非常不错的平面模特，小玉，还有多多，再加上摄影机后面的毛哥。哎，为什么我要后期配音呢？是不是当时忘了带麦克风了？玩过胶片摄影的朋友都知道啊，不同的胶片在成像上区别是很大的。那这次我们用的胶片是 Portra 160，俗称炮塔160。这次拍摄的地点在北京的雍和宫附近。哦，对了，这里有一条有名的胡同叫炮局胡同。你们听说过老炮这个词儿吗？很多人说老炮这个词跟炮局胡同是有关系的。解放初期，北京的看守所就坐落在炮局胡同。有人说啊，老进炮局胡同的人叫老炮啊，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对。老炮应该是在某一个行业浸泡了许久啊，深知这个行业的门道，有话语权、有地位的人。不管哪一个行业，只要你在这个行业中摸索了很久，都可以称之为老炮。比如说节目开头遇到的这位大爷，那我估计就是位老炮。如果你在胡同中碰见他，跟他客客气气的给他哄高兴了，请你吃顿饭，那简直不在话下。但如果你敢递葛啊，递葛懂吗？就是不尊重啊，那你很可能出不了这胡同。本次拍摄都是由我来主导，我来告诉模特应该在什么环境下摆拍，应该用什么姿势，这视频怎么露馅了？算了吧。本次拍摄都是蔡老师的创意啊，应该在什么地方拍，指导模特用什么样的姿势啊。毕竟蔡老师拍人像很在行啊，在我们这儿都是蔡老师负责拍人像。走着走着，蔡老师突然发现，这个地儿不错，有几床被子，还有红墙，后面还有牌楼，跟这儿拍吧。我心说这儿有什么可拍的？那行吧，就跟着他拍吧。左边是 iPhone 拍的，右边是三星拍的，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拍的人像呢？其实在我眼里啊，2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不错。三星的稍微的颜色重一些，但是人物肤色2台手机表现的都很好。关键是我拍的都非常好。那你们想看看胶片拍的吗？看完胶片拍的以后，我真的是非常泄气呀！胶片的感觉真的非常棒啊，色彩氛围感都非常到位。相比之下，手机的表现就有些平淡了，甚至有些死板啊。当然了，这也跟摄影师的技术有关啊。但是光从颜色上来说，冲击力就已经不一样了。炮局胡同的路牌也是蔡老师发现的，要没有蔡老师，我就直接走过去了。2台手机拍的照片都放这儿了，你们喜欢哪台手机拍的呢？其实还是差不多的啊。三星那边的颜色重一些，相比之下 iPhone 的素雅一点啊。对了，前面忘了说解析力、分辨率了是吧？2台手机的非常接近。想看胶片拍的吗？我估计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过曝了？那跟手机拍的比过曝了吗？其实我告诉你啊，亮出的地方放大看，细节该有的都有，只不过女孩子嘛就不放大看了，这样不礼貌。别老盯着细节，看整体，整体更重要。你们更喜欢手机拍的还是胶片拍的呢？我喜欢胶片拍的。首先景深感非常足啊，当然拍摄的角度也有些区别。那整体的颜色氛围感呢，是不是胶片呢跟这个场景更契合呢？是不是有人会想，手机的人像模式也能拍摄背景虚化呀，也能拍出景深感呀，你怎么不拍呢？拍了，对比结果能有区别吗？这颜色的差距、氛围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什么所见即所得呀？颜色还原得准呢？我呸！
在这期制作之前，我本来想把手机拍摄的照片数字暗房一下啊，就是调一下，用 Lightroom 什么的。但是后来一想，胶片拍完的它也能调啊，它不光手机拍的能调啊。那干脆还是多放点直出吧，这样更能让大家了解如今的手机跟传统胶片在成像上的区别。这次我们拍的全都是人像啊，因为我发现确实有很多朋友用手机拍摄，人像占了很大部分。这次蔡老师选择的胶片呢，也非常适合拍人像，而且在这种大逆光下，人物会拍得很有立体感。还是先看手机拍的效果吧。这组呢，我还是比较喜欢三星的效果，它的肤色看起来更好看一些，苹果显得有点苍白。那上胶片。光看胶片可能只能说挺漂亮的，拍的挺好看的，但是一对比手机拍的呢，确实发现肤色非常好看，人物的立体感非常强，而且在取景方面也确实是蔡老师更老辣一些。接着走，接着拍。走着就发现了一辆漂亮的小黄车，玻璃上还有好看的涂鸦，于是我又跟着蔡老师后面啪啪的拍了起来。两台手机拍摄的照片对比起来跟前面的差不多，这组呢我还是喜欢三星的啊，颜色好看。但要说到颜色好看，还得看胶片的，胶片的色彩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当然了，如果你们觉得手机的颜色更好看，也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啊。前面说的好看不好看都是我个人的喜好。蔡老师在人像创作方面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很多我看不出好的地方，他都能指导模特去摆姿势，并且拍出好看的人像照片。你们喜欢哪台手机拍的照片？是不是 iPhone 那边清新一些，三星那边鲜艳一些，是不是都挺好看的？但是要想又鲜艳又清新，那还得是胶片的。相比手机拍摄出来的色彩，胶片的色彩是不是就是很多摄影师追求的那种非常独特的小清新感觉呢？作为一个好的摄影师，一定要了解自己手中器材的成像风格。比如说这组环境中，蔡老师说：“朵朵，你站到上面去。”哎呀，这上面太晃了。没错，就是要晃，你就是要皱眉头。拍完之后，我看照片。这个拍的到底要表现什么呢？然后再看一眼 iPhone 的，这回阳光的感觉有了，确实知道模特为什么晃眼了。再看胶片，这回就完全合理了。把两台手机放一块是不是很直观？三星的照片前面几组拍的确实颜色比较好看一些，看得比较厚实啊。但是在这组场景中，还是 iPhone 的表现更强一些。但是跟胶片比起来，是不是还是不够强烈呢？我想很多摄影师到现在都不愿意放弃胶片的原因，就在于表现力上。节目看到这儿，你们对这几台设备在成像细节上的区别还关心吗？那行吧，我就简单说一下。那就先聊两台手机的。主摄上大部分场景是三星的分辨率更高一些其实人像摄影手机的计算摄影参与的特别多，细节有时候不好判断。再说两台手机中焦的表现，大部分时候两台手机的表现都是非常接近的。注意看背景，虚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时候苹果这个地方虚，有的时候三星那个地方虚，细节真的是不好说。总体来说，两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那胶片的解析力怎么样呢？这有可能是手机摄影最后的面子了。放大一看确实是手机的更清晰一些，胶片那边的颗粒感更重这个不是噪点，这是颗粒感。对了，有一个题外话，如果你发现某一个人在聊摄影的时候老是噪点长噪点短的，那他多半没玩过胶片。其实这次我们还拍摄了大画幅的双反相机和数码相机的对比。大画幅的双反相机用的底片可比135的底片大了很多，那在细节上的展现以及画面表现力上到底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看看这期的播放量怎么样吧。如果播放量效果好的话，我们就准备下一期，毕竟我的节目还是要考虑播放量的。还有人像摄影到底应该怎么拍，到底应该怎么去跟模特沟通，到底应该怎么选景，这些我也想让蔡老师跟大家讲讲，毕竟人家是拿过国际大奖的人，所以一切都看播放量吧。看完上半内容，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